用过武山了。公子在里面。哎，小心！公子，不好了！到底出了何事？说！是娘子被人欺辱了。启禀公子，适才府上来了几名年轻女子，打扮得甚是华贵，带头之人又自称是夫人的阿嫂。卑职让人回禀了夫人，夫人传话出来，说让他们进去，卑职这才敢放行。谁知，就是那位库迪氏，他一进屋，一言不合就打了娘子2巴掌。奴婢想上前护着娘子，却被他带的人打倒在地。他们还逼着娘子让娘子道歉，娘子受辱不顾，晕过去了。公子，此事不好声张，先让夫人静养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夫人现在怎么样了？一时醒了，可是不说不动的，好不吓人。你先回去好生照顾她，就说我已经知晓此事了，让她自己好生静养，一切待我回去再说。看好府门，若再有人进来，我扒了你的皮。是。嫂夫人那2巴掌，真是妙不可言。唉，他此举真是太鲁莽幼稚了，为了一时之气，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。哎，方才苏公子盛情邀约，为何要拒绝？这牢笼啊，出去一个便是一个。他不曾拦着我们去取这武扇，说明外面的情况还是相持不下，他不敢贸然行动。所以才采取了分而治之的主意。现如今，我们要让自己府中的人多加走动，才是最要紧的。刚才有个兄弟说，娜娜刚才偷扔了一个纸条。娜娜在出门前，趁四下无人告诉老六，
哎，小心！这属于娘子给司马的。能用娜娜来传书信，也就是嫂夫人这种不拘小节的人可以用得出来。我和嫂夫人在研制白蝶布的时候，发现一种药水，书写之后可以令字消失，想不到还能派上如此的用场。此方法真是奇妙之极啊！那也比不上嫂夫人那2巴掌呀。兴西王可汗，怕是被苏海正杀了。这丧心病狂的匹夫，即便我家不许明日攻入西州城，他们怕也不会善罢甘休了。只是家父的身体，如何拖得住？是我大意了。苏海正此时定然在追杀武多洛部，趁机大肆劫掠。这一仗不论胜负，西域的乱局已定。不要自责，谁都没能料到苏海正会如此狂悖。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晚了，咱们应该想想，要如何才能破局。我们以前布置的只怕起不到太大作用了。出来了！你们管事的在哪里啊？去转告冯参军，这府衙的菜太难吃了，我要吃普照寺的斋菜。今天晚上，去给我订一桌。司马，实在是抱歉，我们参军公务缠身，无暇理会这些琐事。司马，您要是觉得这府衙的饭菜难吃，我看不妨先饿上一顿，想必再吃的时候，定然会香许多呀！啊！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司马让你传个话，你还敢拿大？哎，跟这种人计较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我们家司马想吃的东西，就没有吃不到的时候。墙头上的西州人听着，把此信交与长史夫人，司马有赏。
禀娘子，这是司马用箭射出来的。这是玉郎的字，可是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有心情讲究吃喝？传播苏氏恶行，分化边军。看来娜娜送进去的消息，他们已经收到了。果然是个好主意。子慈亲娘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来不及多解释了。小谭，让人订普昭寺的斋菜给长史和司马送过去。另外，多订一些热的汤饼和烤肉送给咱们西周的府兵，让他们多关照边军，多和他们聊天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周校尉，冯参军让您进去用膳。那府里的大约是有口热水热汤可吃的，就是不知道咱们这干粮还得吃到什么时辰。哼，咱们哪能跟他们比啊？他们都是大总管的亲信心腹，咱们呢就是些苦力，还不如那些跟着大总管上沙场的人，还能博些军功封赏。咱们这趟啊，最多也就是吹吹冷风。唉，啊，上好的烤肉，多吃点啊！二位可曾用过晚饭？说起来，咱们都是大唐的兵族，无非是各自听上峰之命行事。上峰们如今似乎并不喊打喊杀，我们又何必刀枪相向呢？二位若不嫌弃，这盒饭食就当是兄弟赔罪了，如何？林校尉的好意，我等心领了。只是我等今日已用过饭食，便不便叨扰。这不是普通的米面，都是些上好的烤肉。二位晚间或许用得上，明日记得将食盒还我便是。小五，在。把这个分给兄弟们。是。二位应该不是苏大总管的亲兵吧？不知是来自伊州还是亭州啊？林兄好眼光，我等正是伊州边军。哪有什么好眼光啊？只是这苏大总管的亲兵一大半都被当作马贼割了头了，这如今也就剩下400多人吧。你们怎么可能是苏大总管的亲兵呢？哎，二位也是从军营而来，难不成没发现苏大总管的中军大帐四周的帐篷少得出奇吗？听闻参军跪体欠安，不知今日可大好了？感谢王参军挂怀，这身子撑一日便是一日。参军，请坐吧。不瞒参军，
王某此来，一则是为了致歉，这2日之事让参军受惊了。参军只需在家静养，很快就会有定论。二则呢，苏大总管很是欣赏令妹和公子的联姻。此番我等前来西周，大总管特意叮嘱过，让我一定要替大总管向张参军道一声谢。谢参军一直与苏家同气连枝。下官不敢当。此外，王某还需向参军告知一声，兴西王可汗密谋逆反，已被大总管正法。至于其他的叛党余孽，已被大总管和继往绝可汗的军队联手荡平，想必不久之后便会悉数伏法。哦，对了，山谷一战之事，其实并非马贼前来劫粮。大总管曾经派600余亲兵去追剿马贼，当日恰恰追至山谷，马贼无处可逃了，于是便想抢下那些粮车占为己有。幸得众部曲死战不退，这才未叫他们得逞。大总管的亲兵在后面进行截杀，谁知就在此时，兴西王可汗的骑兵赶到，眼看有机可乘，便贪功心切，不分青红皂白，随便乱砍，这才有了那所谓的一战剿马匪数百的功绩。屈司马是心知肚明啊，于是便下令不留俘虏，为的便是瞒天过海。裴长史虽知此事，却相瞒不报。哦，当然了，参军一定是在内营处理事务，肯定是被蒙在了鼓里。此战造成了我大唐少有的惨剧啊！如今兴西王可汗那边已经有人招供了，如果参军肯出面告首，不仅可以洗脱自己同党的嫌疑，而且可以立下这揭发反党的大功。大总管一定会上表为参军请功。二位有所不知啊，这马贼并未全被剿灭。虽是僵持不下，谣言四起，但大总管麾下有上万人马，一旦扫平了兴西王的余部，便会挥师西下。届时西周这弹丸小城又岂能顽抗到底呀？
啊！别碰我手臂疼！快去叫医师！张参军，你这是何苦来哉？你须知，现在走对了这一步，保住的不是一条胳膊，而是全族人的性命。王参军的好意，在下心领了。只是张某胆小无福，这右手怕是要将养些日子。好在大总管正在外讨平逆党，回军之日尚早，养伤1、2个月，这右手自然就好起来了，不会误了大总管的事。王参军啊，好，只愿参军将养得当，早日康复。你摔得如何？你放心，我这摔伤自己的本事，西周绝无对手。我听说那王参军恼得很，他们怎么能编出这么一番鬼话来？但这若是不依着他们，会不会闹出泼天的大祸呀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那苏氏若是真有一份把握，怎么不敢将都督带出城去啊？还有，昨日米娘那般被人欺上门去，她却至今未敢露头。是啊，说明还是怕了库迪氏背后的贵人。若是真如王参军所说，到了兵临城下那一刻，我自当写书供状，保全家族。如今嘛，哎，你去找个不起眼的机灵婢女，将今日所见之事悄悄地告诉库迪夫人去。云衣，你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按照咱们的计划，这几天里，几乎每个益州边军已经吃过咱们西州府兵送过去的热吃食。同时，苏海正用亲兵冒充马贼，和无辜屠害新西王可汗的事，已经在益州边军内部传开，他们军心动摇。可是子子，玉郎和子夫已经被关在都督府5天了，我真的很担心。今天娜娜借着张敏娘生病，又去都督府内找了苏南锦，便把外面的消息带给了司马和长史，同时也带出了他们的消息。司马和长史都一切安好。禀娘子，张怀济参军让人悄悄送来消息，王参军上门说服他做佐证，反诬新西王可汗骑兵未抢军功，把亲兵和马贼一道屠了。张参军断了手臂拖延。他们真是会颠倒黑白，还要不要脸了？我去找他们。芸娘，去哪里？我有重要消息。先喝口水，慢慢讲。第一，周校尉察觉到军中氛围有异，发现其中的奥秘之后，抓了几个军族的现行，痛责了50军棍，边军内部矛盾激化。第二，城门外从各地赶来的西州壮丁府兵已超过1000人。看来是时候了，吩咐下去，留意都督府内司马射出来的箭，若有，第一时间送过来。是。
了明日，怕是就能换下这身袍子了。估计此刻边军的军心已乱，很可能就在这几日，新西王的残部就会对我边境开始报复，届时你我二人便可走出这困境。求之不得。我只担心阿爷的那些随从。司马，何事啊？都督被移进后面的小院了，因为都督病倒了。司马，你不能去。方才咱们守着书房的人，便是不敢耽搁都督的病情，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都督移入后面的小院，就连都督身边的那帮随从都被他们逼了出去。如今小院里外都是他们的人。玉郎，如今不是莽撞行事之时，你若自投罗网，反而是害了都督。自投罗网，横竖不过就是拼一场，至少有50%胜算。守约，难道你要让我眼睁睁看着我阿爷？若都督还在书房里，屋里屋外都是我们的人，那时候攻出去的确有50%的胜算，可如今连30%都不到。若他们把小院一锁，再把都督抬出来，你又能如何？是束手就擒，还是鱼死网破？到时候不但救不了都督，连你都会搭进去。连我都会搭进去，那我便拿我这条命换我阿姨的命又如何？你若是能换，你现在便去换，我绝对不拦你。但是真的能换命吗？你要知道，你无事，都督便无事。若是你也落入苏南锦的掌控，即便有千军万马，也未必救得了都督。如今该当如何？为今之计，先静观其变，再做打算。想必那苏南锦很快就会来找你。若让他看出你这般心急如焚，我们便一败涂地了。现在万事未定，他们也不想看到都督在这般情形下出现任何意外。你越是表现的凉薄，他们越是不敢怠慢都督半分。薛司马，令尊身子有些不大好了，司马不想去见上一见吗？苏公子方才的话我已知晓，有公子照顾家父，我自然是放心许多。不过，若家父有个什么3长2短，也劳烦公子转告朝廷，让朝廷看看苏大总管如何囚禁一个3品大员，慢待致死。玉郎果然是铁石心肠啊！彼此。守约如何说？都督想必是旧疾复发了。唉，这都督日日夜夜都被苏公子的人看守逼迫，这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稳，更别说他是个病弱之人了。我等都有些吃不消了。如今只能辛苦子玉，在严医抓药之外，让都督多宽宽心。要是不放心的话，不如把都督夫人也请来府中。有些事情，毕竟夫人处理比较妥当。我嘛，就不多打扰了。
你们两个。原以为事情已然有了转机，只要屈崇玉肯进那院子，就莫想再全身而退。再不济拿着医药之势，也能逼着他就范。没成想，他竟然连生病的老父亲都可以全然不顾。眼下，咱们对屈都督确实不能不管。他若真不治，这屈崇玉便再无后顾之忧，这西周人更加同仇敌忾。那这老匹夫，依你看又当如何处置？好在刚才医师说了，这屈都督的病虽然难以治愈，可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死。我们只能再找些名医，先吊住他这口气再说。如今西周城一日比一日不稳，咱们还是先设法将屈崇玉拿到军前再说。适才军医已为都督诊了脉，都督虽无性命之忧，但却需要回家静养。若玉郎肯与我去军前一趟的话，屈都督便可回家休息了。不知道玉郎意下如何呀？还是先给都督看病要紧。去不去军前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去，多拿几名西周的医师过来，为屈都督诊病。苏海正将兴西王可汗连同麾下5多部的大4金骗到军营，斩于辕门。兴西王可汗手下阿史那都支率领5000骑兵千里奔袭，杀到亭州，是为可汗报仇。一路上冯唐军遍杀。亭州守城的只有新兵和老弱军士，城中都是妇孺。某乃亭州刺史来济，来者可是福延都督府的将军。我亭州与触目昆部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。将军兴兵来犯，还要将我全城百姓屠杀殆尽，不知是何道理？你们这些唐人卑鄙无耻！咱们家可汗和将士们好心帮你们平叛，你们那个大总管苏海正却把他们带到唐营给杀了。这样的血海深仇，自然落到你们头上。今天，老子不把你们全部杀光杀尽，怎可平复咱家可汗和将士们的怨气？